2025年的今天，中国的制造业正在像一条被慢慢抽筋剥皮的巨兽，在美中贸易战的炼狱中惨叫挣扎。当中国人还在为 GDP 增长 5.2% 欢呼时，却没人敢揭开那层掩盖在光鲜数据背后的血淋淋的真相：整个经济结构正在被出口依赖这个毒瘤吞噬致死。你可能以为关税只是美国的谈判手段，错了，这是一把悬在中国头顶的利剑，已经开始见血。根据彭博经济研究2025年最新报告，在分析的33个中国工业部门中，只有制药、烟草和能源等5个行业利润率高于美方关税税率 40%， 而包括纺织、IT 设备、通信电子、家具制造等核心出口产业，其利润率普遍低于 14.8%， 几乎无力承受加税带来的冲击。最残酷的现实是，中国产业的利润率远远跑不过川普的征税速度。斯坦福大学研究进一步指出，每 1% 的出口加税会让企业利润下滑 0.35个百分点，而川普现在的加税幅度是 40%。简单一算，这等于大批出口企业的利润直接清零。这句话绝不是夸张，这是真实存在于中国外贸工厂里的生存公式。在江苏、浙江、福建的工厂密集地，曾经灯火通明，订单如潮，如今只剩铁锈与沉默。根据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6月的报告，中国依赖美国市场的中小企业利润率仅 5% 至 15%， 而 40% 的加税意味着多数企业只能选择亏本生产，特别是那些生产非必要商品、低技术含量产品的企业，已几乎全部跌入无利润区。更惨的是，国内也消化不了，因为中国老百姓也早已弹尽粮绝，工资不涨，物价飞涨，消费降级成了全民共识。就连中国官媒喉舌人民日报都在2025年初承认，居民消费意愿持续走低，消费增长依旧乏力。出口没了，内销没力，这不是两头堵，是前无出路，后有悬崖。回顾2018年那一轮贸易战，中国还能靠产业转移应对，但2025年再打起来，结局更惨烈。大量外资、台资工厂直接撤离，产业链外逃的速度比你想象中更恐怖。根据英国凯投宏观2025年7月报告，中国企业通过越南、印尼洗产地出口美国的商品5月暴增 30%， 这意味着中国出口企业已经被逼到要靠伪装身份才能活下去的地步。然而，这条逃命通道马上也要被封死。美国财政部、商务部联合公告，正对东南亚转口展开严查，洗产地的空子很快将全面堵死。而就在此时，北京方面却高调喊出，我们要推动国内大循环。听上去很美，不靠出口，中国靠自己人买不就行了？现实却是，出口转内销是一条遍地铁钉的死路。据路媒每日经济新闻调查，外贸企业转内销主要有4大痛点：政策红利消失，收款周期长，企业现金流吃紧；产品认证标准不同，一套做内贸，一套做外贸，必须重做；3销售渠道不同，外贸企业根本不会做国内市场；4内销产品同质化严重，高附加值的外贸商品转内销后马上被抄袭。一句话总结就是，原本就已经没钱的企业被转内销这根稻草压垮了最后一根脊梁。很多中国经济学者又开始喊，我们要开拓新兴市场，比如东南亚、非洲、拉美。听起来又是高大上，实际上完全不靠谱。那些被北京方面寄予厚望的新兴市场根本无法承接中国的出口压力。第一，这些国家自身经济疲软，消费力低，根本买不起中国的高附加价值商品。第二，
与这些亚非拉国家做贸易，物流成本高，政治风险极大，一场政变，一条断链就可能损失惨重。第三，他们的市场体量与美国根本无法相提并论，连个零头都凑不上，谈何替代美国市场？这不是出路，是幻觉。更讽刺的是，美国早就看穿了中国的洗产地出口小把戏，现在正联合全球盟友，构建一个巨大的国际封锁圈，堵死中国每一条后路。第一刀砍向东南亚，越南、印尼这些洗产地中转站成为首批对象。第二刀挥向“一带一路”国家，许多合作项目被叫停，重新审核。第三刀甚至针对曾被视为战略盟友的金砖5国，开始加强贸易审查和产地管制。一张包围中国出口的全球贸易天罗地网正悄悄收紧。中国正被迫看见一个残酷现实：自己的商品太高端，自己的消费太低端。这是当前经济的致命结构性错位。制造出来的东西，国内大多数人根本买不起。这种靠压榨人民所得、依赖外部市场的经济模式，正走向自我毁灭的尽头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中国制造了全球最好的运动鞋，但国人买不起；造出世界最精密的机械零件，但只能出口；家电、手机、汽车做到极致，但国内消费者只敢买最便宜的青春版。你以为只要产业转型，政府发点消费券，问题就能解决？别傻了，因为他们的钱被吸走了，彻底的、系统性的吸血。根据中指研究院2025年3月数据，中国70个大中城市的平均房价仍高达每平方米 1.3 万元，而3线城市的人均月收入只有不到4500元。在很多城市，年轻人30年都买不起一套房，房贷、车贷、子女教育、养老压力压得老百姓喘不过气来。据中国宏观经济论坛报告，2025年中国中产家庭负债率已超过 121%， 远高于美国的 78%， 而家庭可支配收入却连续3年停滞不前。结论只有一个：没有收入增长，只有债务增长。2025年上半年，多个省市政府开始尝试对高收入者海外收入征税，影响波及中产。连在海外做留学中介、跨境代购、写代码的程序员都被税务局盯上。而企业方面，根据猎聘发布的数据，2025年 Q1 全国平均工资同比下降 3.7%， 是近年来首次下降。在出口利润下滑、内需低迷、税务严打3重夹击下，中国中产已开始消失。中国不是不能搞内需驱动，是不敢。只要把老百姓收入提高了，权利保障了，阶层改善了，内需自然就起来了。但这会直接威胁他们的统治根基。你没看错，中国的经济模式本质是为了维稳，而不是为了发展。你敢让老百姓有积蓄、有钱消费、有独立判断、有出国能力、有社交平台，那还怎么维稳？所以当权者在乎的不是你的钱包，而是你是否听话。宁可砸万亿搞一带一路，也不敢发1000给底层百姓。宁可放任房地产炒作，也不肯调低教育、医疗、养老负担。宁可口号喊共同富裕，也不敢改收入分配制度。为什么？因为一旦放开手，社会的控制就松动了。美国的加税是一根火柴，真正让北京方面坐立难安的是那根早已埋在地下的炸药——出口导向的畸形经济结构。这套结构是怎么来的？国企垄断原材料、能源、金融，私企靠外贸和低利润死撑，地方靠卖地和税收苟活，老百姓靠996和债务维持生活。这套体系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人民服务的，而是为了一小撮人掌控全局。所以，一旦美国切断了出口，
整个链条都会垮掉。出口出问题，最先出事的不是企业，而是地方政府。你以为地方财政靠卖地？错，靠税收，特别是来自出口企业的税。企业死了，订单没了，员工下岗了，政府还能指望谁来交税？结果就是公务员发不出工资，医保拖欠报销，地铁、高铁、地面交通项目停工，教育、公共服务缩水，城中村改造暂停，城管队伍激增，维稳要加码。2025年初，已有25个地级市爆出不同程度的财政困难，包括廊坊、营口、贵阳、盐城等地，政府公开承认资金吃紧，停止部分基础建设项目。这只是个开始，一旦企业破产潮全面来临，必将引发大规模失业潮，社会动荡、示威、讨薪、跳楼、群体事件，房市断供潮扩大，银行坏账激增，地方债全面暴雷。而这些不可能通过一场出口转型就能解决。世界工厂的金招牌正在破裂，从苹果代工厂到玩具生产线，从电动汽车到太阳能板。2025年，越来越多的中国产业优势正在快速转移，不是别的国家抢走了红利，而是中国当权者自己把企业逼到死路。因为他要维稳，要掌控，要封锁自由，而不是给企业减税、放权、松绑。所以你看到的是，中国企业为生存打价格战，美国企业为战略重组供应链，而中国只在喊口号。中美贸易战不是一场谈判，而是一场制度的屠杀。美国打的是关税，封锁的是洗产地，干掉的是中国的利润空间，而北京方面打的是口号，放出的是滥发的救市资金，牺牲的是中国老百姓的就业和收入。这不是一场外交失败，而是几十年来死守旧体制、拒绝改革、长期压榨人民，却又幻想靠外需续命的自我反噬。2025年的今天，中国人终将记住这一幕，不是中国制造输了，而是中国人再一次被这套体制出卖。